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日式轻乳酪蛋糕，这是我开始做烘焙时学着做的第一个蛋糕。现在回想当时自己制作时的操作和对烘焙的理解，都有许多错误的地方，但是也并不太妨碍最后做出的蛋糕非常好吃。可能这就是轻乳酪蛋糕的魅力吧。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会详细介绍轻乳酪蛋糕制作中需要注意的细节，让你能轻松做出表面光滑平整、轻盈松软、入口即化的蛋糕。先来准备模具。今天的食谱可以做一个6寸的轻乳酪蛋糕，我用的是一个固定底的模具，因为等下要用水浴的方法烘烤，我不推荐用活动底的模具包上锡纸来烤，我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。然而不管包多少层锡纸，模具底部都会有积水，导致蛋糕底部过于湿软，应该是热蒸汽在锡纸内部冷凝后形成的，所以用固定底模具垫烘焙纸的方法既方便脱模，也不用担心进水。侧边想光滑平整就涂上软化黄油，像我一样不介意的话，就直接套上剪裁好的烘焙纸就行了。预热烤箱到120摄氏度或250华氏度。需要的材料有鸡蛋3个，奶油奶酪150克，牛奶60克，细砂糖45克，无盐黄油35克，低筋面粉30克。先分离蛋清和蛋黄，烧一锅开水，把一个耐热的大容器放在热水上，加入奶油奶酪、无盐黄油和牛奶，隔水加热并不断搅拌，直到奶油奶酪完全融化，搅拌盆里的混合物质地均匀细腻，没有疙瘩的状态。这里把奶油奶酪和黄油提前切成小块，能让融化的速度更快一些。加入全部的低筋面粉，搅拌均匀。低筋面粉的量很少，混合物里油脂含量也很多，所以面粉不用过筛也不会结块，更不用担心有面筋产生，可以放心大胆的画圈搅拌。然后加入全部的蛋黄，再次搅拌到完全均匀的质地。这一步也可以用料理机来完成，提前将奶油奶酪、黄油和牛奶放置到室温的状态，然后连同低筋面粉与蛋黄都放入料理机内，搅打到均匀顺滑即可。搅拌均匀后，放置到一旁备用。剩余的水放到炉子上烧开后关火，等下用来水浴。接下来我们来打发蛋清。轻乳酪蛋糕不需要像戚风蛋糕那样特别蓬松的质地，所以在搅打蛋清的时候也不需要打入过多的空气。这里最简单的方法是全程都用电动打蛋器的中速搅打，这样打入蛋清的空气的量比较合适，也更容易控制打发的程度。在搅打出浓密的大气泡后，开始加入糖。糖分3次加入蛋清中，每次加入后都搅打30秒到1分钟左右。最后蛋白霜的质地是这样细腻有光泽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提起打蛋器后，顶端的尖角弯曲下垂，将蛋白霜分2次拌入刚才的面糊中，每次都用翻拌的手法完全混合均匀。如果蛋白霜搅打得过硬的话，会比较难与面糊混合均匀，也容易有蛋白霜的结块残留在混合好的蛋糕糊里，烘烤后的蛋糕质地不均匀且表面不平整。这一步一定要多翻拌几次，确保完全混合均匀，否则在最后烘烤上色的时候，表面的颜色会比较斑驳。搅拌均匀后，从稍高一点的位置倒入模具中，这里观察一下，如果面糊流动性特别强，等会儿烘烤的时候可以多烤10到20分钟，确保蛋糕内部水分不会过多。面糊比较稠的话，就用刮刀稍微抹匀一下表面，等下低温烘烤的时候，表面自动就平整了。把蛋糕放到一个大一点的有深度的烤盘里，倒入刚才准备的热水到至少2厘米的高度。加入热水能让蛋糕从刚开始烘烤时受热就比较均匀，中途也不需要调整烘烤温度。放入烤箱中下层120摄氏度或250华氏度烘烤1个小时。时间到后开烤箱的炙烤功能，大约2到3分钟，表面上色到满意后取出。没有炙烤功能的话，就提高烤温到150摄氏度或300华氏度，靠着烤箱大功率加热升温的时候给表皮上色。
出炉后静置放凉，不烫手的时候就可以脱模了。经过升温炙烤的轻乳酪蛋糕，表皮干燥坚固，脱模的时候也不会掉皮。这个蛋糕温热的时候享用，或是冷藏4小时后再享用，都非常好吃，就是口感上略有不同。刚出炉不久的蛋糕口感非常轻盈，再加上入口即化的质地，真的觉得像是在吃空气一般。冷藏后，蛋糕中的奶酪和黄油凝固，吃起来味道更加浓郁醇厚。视频中提到的食材具体用量、操作步骤以及注意事项，我也都会放在视频的简介和我的个人博客 PhD Cafe 中，方便大家参考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